勇者辛梅尔死后30年，弗利莲等人来到了北部高原的维伊泽地区，而就当他们正在露营休息的时候，却突然收到了邮差送来的信件。弗利莲看到后随口问道：“是不是大陆魔法协会又寄来委托书了？”但费伦打开信后却表示不是协会，而是莱尔恩以个人名义发来的委托。弗利莲一听到是莱尔恩，立刻叫费伦把委托退回去，因为他对那个人没有什么好印象，之前甚至还被他打伤过肩膀。不过费伦接着从信封里拿出一本魔导书，表示对方已经把报酬一起寄过来了。弗利莲看到魔导书后，态度瞬间改变，当场表示那就出发吧。于是三人依照委托内容来到目的地。修塔尔克看到眼前的景象后当场愣住，整片大地都被黄金覆盖。弗利莲这才解释，这里是城壁都市维伊泽。50年前被七崩贤之一的马哈特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虽然弗利莲早就听过这里的传闻，但没想到如今负责管理这里的竟然是大陆魔法协会，而这次的委托是要协助负责维持结界的管理者。但弗利莲确实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会是邓肯。邓肯这才开口说明，自己也是最近才刚成为结界管理者，毕竟他的故乡就在这片黄金乡之中。然而讽刺的是，从外面看过去，这片黄金乡反而显得格外魅力。秀塔尔克听后忍不住问，难道邓肯的故乡就在眼前那座城里吗？邓肯听后继续补充道，严格来说并不是那里，维伊泽的城壁是由他岳父那边的家族管理的，而自己的故乡则在结界最北端的村子。很久以前他曾和恋人一起住在那里的大宅，但那个村子是在几年前就被黄金乡吞没了。费伦闻言顿时就很疑惑，马哈特不是在50年前就被封印了吗？邓肯解释道，结界不过就是为了限制马哈特而已，黄金乡至今还在不停地扩大，因此管理者的工作就是每年依照范围的变化重新调整结界的位置。弗利莲听后也表示，没想到魔法协会是用这种方式维持封印，不过确实算是合理的做法。邓肯接着说，结界管理者拥有进入结界内部的权限，自己已经回去过一次，替妻子扫过墓了。弗利莲听到这里反问道，那你现在满足了吗？自己先把话说清楚，自己是绝对不会插手他和马哈特之间的战斗的。但邓肯闻言却只是保持了沉默，这让弗利莲立刻明白这次的委托肯定不简单，于是当场叫费伦把魔导书寄回去。这个反应让费伦和修塔尔克都很意外，因为和平常的弗利莲完全不像。但弗利莲只是平静地说，自己一直都是把同伴的性命放在第一位。修塔尔克听后忍不住问道，这样说会不会太夸张了？他们一路上也和不少魔族战斗过。但弗利莲却表情严肃地表示，自己曾经输给马哈特。这句话让两人都愣住了。弗利莲接着说，到目前为止他一共输给过11名魔法使，而马哈特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就算是现在，他也想不到任何能战胜他的办法。如果真的要消灭马哈特，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继续把他封在结界里，不管需要几百年还是几千年都一样。费伦听完只觉得这种做法太极端了，但邓肯却轻声表示同意。他说自己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而且自己其实比他们想象的更冷血。自从当年妻子过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这里过。自己并不是那种每年都会回来扫墓的人，当年也只是一直对自己说，再过一阵子就回去，但就这样一拖再拖，不知不觉间自己的职位与立场已经不允许随意离开。或许对他而言，更让人害怕的是再次想起曾经和妻子一起度过的时光。自己是直到多年以前，从老朋友口中得知故乡已经被黄金乡吞没，他才终于下定决心回到这里。他接下结界管理者的职位，并不是为了讨伐马哈特，也不是为了拯救故乡，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彻底放下那些回忆。他一直相信，只要看到变得面目全非的故乡，自己就能接受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因为和妻子一起生活过的痕迹，灵早就消失了才对。然而当他真正回到故乡时，却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明明被黄金乡吞没只是几年前的事情，但那座半个世纪前与妻子一起生活过的村子却丝毫未变。他走进那间曾经许下誓言的教堂，那是他们正式结为夫妻的地方。无论自己后来的人生经历过多少波折，那段时光对他而言始终没有半点虚假，那永远都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弗利莲看住邓肯的神情，也不自觉想起了过去与辛梅尔旅行时的回忆。那时就当他用魔法变出花田之后，辛梅尔也意外注意到了弗利莲在看到花田时露出的表情很少见。弗利莲解释那是他师傅生前最喜欢的魔法，每次看到都会想起对方，所以自己一直尽量避免使用。俺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看到那片花田，心里就会觉得很安心。辛梅尔听完后只是轻声说道，理由很简单，因为对弗利莲来说，和师傅在一起的时光一定是幸福的。弗利莲只是想起了自己幸福的回忆而已，所以自己是真心希望弗利莲在未来能尽情的去回忆自己幸福的时光。画面回到邓肯这边，他先是向弗利莲表达了歉意，说这次的委托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些都是莱尔恩擅自安排的，自己原本就打算先一个人收集情报，等到真的有胜算时再展开行动。但弗利莲却叫住了他，
表示他们可以协助，就先从情报收集开始吧。于是邓肯带住他们来到一间小屋，说这是专门提供给结界管理者使用的地方，不过通常只要任务结束，管理者就会立刻离开。芙莉莲听后并不觉得意外，因为这里虽然在黄金乡的对面，但距离仍然太近，对魔法使来说很难长时间待在这种地方。果然，只见费伦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休塔尔克连忙上前关心，邓肯也向他道歉，说自己没有考虑到，对还不习惯的人来说，黄金乡的存在本身就非常异常。但休塔尔克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芙莉莲看到这一幕，只是淡淡的说，这种时候有战士在身边，确实会让人安心不少。休塔尔克忍不住追问，是不是因为马哈特从黄金乡释放出强大的魔力，才让魔法使这么不舒服吗？但费伦却否定了这个想法，表示情况正好相反，自己从黄金乡完全感觉不到任何魔力反应。照理来说，能把这么大范围的土地变成黄金的魔法，就算隔住结界亦应该能感受到魔力流动才对。但从他的探知来看，对面那片区域内并没有任何魔力波动，看起来就像是一整块巨大的金属一样。芙莉莲听完费伦的话后表示，他的魔力探知结果也是一样，正因为完全感受不到魔力的存在，才会让费伦产生强烈的不适感。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马哈特所使用的魔法是万物成金魔法，那是一种将万物变成黄金的诅咒。休塔尔克闻言当即询问道，诅咒指的是由魔族或者是魔物使用的，但其原理还未解密的魔法吗？邓肯回答，大致上没错，一般所说的诅咒通常是让人沉睡或石化这类能改变生物与物体状态的魔法，而要解除这种诅咒，通常需要使用女神魔法的僧侣才能做到。不过这仅限于一般的诅咒，在过去与魔王军常年的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被马哈特变成黄金，但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成功解救，就算是女神的魔法也无法解除这个状态。对芙莉莲来说，这就是他所知道最强的诅咒，因为无法被当成魔法认知，也就意味着防御魔法无法生效，既无法防御也难以闪避。这也是为什么马哈特会被称为最强的七崩血。芙莉莲也坦言，自己想不到任何能战胜他的可能。邓肯听到后，让芙莉莲先听自己说明，表示前任结界管理者莱尔恩在交接时替他收集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透过与他同行的艾迪路交给了自己。但就当他打算从头开始解释时，芙莉莲却打断了他，让他先说结论就好。画面转到另一边，莱尔恩看住疲惫的艾迪路，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多亏他的帮忙才能把这些重要的情报交给邓肯。艾迪路听后好奇地问，为什么莱尔恩会这么想帮助邓肯？莱尔恩听后轻笑表示，这件事说来话长，一切要从自己年轻时说起。邓肯当年和自己同一时期进入了宫廷担任魔法使，邓肯曾经是隶属帝国军的军人，而自己只是个不靠谱的贵族少爷，但两人的个性却意外合得来，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让自己过得很开心。虽然自己在魔法上有才能，却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因此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地位，只有邓肯一直替自己说话，所以那时他就决定，总有一天一定要还这份人情。另外，邓肯对妻子的感情也让他印象很深，他总是会用平淡的语气说起两人的往事，即使妻子过世之后，他仍然会不停提起那些回忆，以及想要回到故乡的打算。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却再也没有提过这些事，甚至已经50多年没有回去过。莱尔恩能理解，一个人要面对早已失去的东西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当邓肯得知故乡被黄金乡吞没时，终于下定决心回去，所以自己才想尽可能帮助他回到故乡，但不是那片冰冷的黄金，而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艾迪路听后说，事到如今才下定决心确实有点太晚了。莱尔恩却平静地回答，人类拥有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在短暂的一生里并不存在什么总有一天。明明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自己和邓肯却直到现在才明白，他们总以为还有时间，可是等回过神时，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也许哪一天就再也见不到彼此了。所以这一次他会尽全力帮助邓肯，就当作是他们这些老人最后的挣扎吧。画面回到芙莉莲这边，邓肯缓缓说出结论，基本上想战胜马哈特几乎是不可能的。芙莉莲闻言当即宣布解散，休塔尔克则在一旁吐槽道，起码先听人家把话都说完吧。